超越时代文明，颠覆人类想象，征服大海的机甲凶兽，触手可及的未来世界，是那个男人科技与浪漫的自由驰骋。大家好，我是朱二笨。海贼王1062话，科学之国的冒险已更新，科技风暴已经袭来。扉页继续短期连载，解码无感情海游记第20期。冰霜席卷整座可可岛，严寒冻结时间，凝固万物。巧克力镇已经变成了一场静谧的雕塑。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，瞬间冻结整座城镇的，会是那个男人吗？贝加庞克，就是那个传说中的贝加庞克吗？草帽一伙惊愕的尖叫声，穿透暴雪肆虐的狂风，回荡在整片大海。你们好吵啊！伙伴中最兴奋的就是终于见到偶像的弗兰奇。2年间，他在贝加庞克的故乡巴尔基摩亚的实验室中，潜心学习了大量前沿科技。越是深入了解这位天才，越是折服于那堪比神明的创造力。梦寐以求的巨型机器人，比弗兰奇将军还要大几十倍。好想让路飞和乔巴也来看看。美女啊，贝加庞克是个美女。神秘少女默默观察着草帽一伙，罗宾警惕地摆出战斗姿势。对方说的话实在可疑。等一下，我从没听说过贝加庞克是女性，而且年龄跟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人也完全对不上。这是当然了，怎么可能让你们轻易见到本体？老夫是胖可肌肉兔，贝加庞克2。我们一直很缺研究经费，快把值钱的东西都交出来，然后你们就没用了。诶，你在说什么啊？在极寒的深海里，你不是很快就把我们捞起来了吗？那就帮人帮到底吧。都说了不是来救你们的，原本这片海域就不可能有船只能入侵，因为有这群家伙在。话音未落，无数暗潮自深层袭来，钢铁洪流笑聚滨海，更觉巨浪的机械盾墙，睥睨风雪的生化凶兽，助力起尖峰科技与原始狂暴交相辉映的战甲军团。只待一声号令，就将所有误入歧途的猎物撕成碎片。这群海兽兵器会把船全部击沉。草帽一伙身陷重围，弗兰奇还陶醉在海兽兵器的帅气中。这些拥有了机械加持的生命体，获得了远超一般生物的强大力量。原来刚刚的机械鲨鱼不过是一道开胃菜。纳美布鲁克失声尖叫，大战一触即发。莉莉丝的耳麦突然传来一阵臭骂声：“喂，你在干什么？又在抢劫吗？科学家的颜面都被你给丢光了。”你闭嘴！朕，自尊心和颜面能让经费增加吗？首先，这群人是不可能投降的，那可是草帽一伙，不久前才成为4皇的一群人。这句警告却让莉莉丝暗中窃喜。既然对方是4皇，那船上应该会有很多财宝吧？就算如此，那你还是犯了一个大错，应该说是小看了他们。看看他们船上那个剑士吧，悬赏金11亿1100万贝里的海贼猎人索隆，幸好他没有出手，要不然这个距离你会被他瞬间秒杀。莉莉丝终于紧张起来，仔细一看，那个绿头发的剑士双手从未离开刀柄，猛兽藏起了锋利的獠牙，只待对手露出一丝威胁。还有站在他身后的恶魔之子尼可罗宾也是一样。莉莉丝不敢相信，这群人被如此数量的海兽兵器团团包围，也毫无惧色吗？强者首先会把目光落在最优先处理的目标身上，好好想想吧。莉莉丝恍然大悟，这么说来，那些傻笑的白痴原来是诱饵吗？自己大意了。喂，贝加庞克，我现在有一个要求，你听好了。一直沉默的索隆终于主动开口了，给这场对峙带来了另一种可能性。片刻之后，电话从那头的朕答应了条件。没关系，带他们过来吧，我对这一伙人很感兴趣。胖可01，贝加庞克代号朕，似乎对这伙海贼有别的打算。此时的弹舰岛上，波尼带领着路飞一行人摸进岛屿底部的前港，这里藏着一条小路。你以前来过这里吗？小时候的事了，当时这里还是普通的研究所。那你这次打算来做什么？路飞不经意的提问却刺痛了波尼，他找到了通往上层的救生梯，缓缓说出自己隐忍至今的痛处。拜贝加庞克所赐，我的父亲成了改造人。路飞只听完前半句，一句好帅脱口而出，波尼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。现在他已经完全失去了人类的意识，就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了，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生物兵器。真亏你能这么冷静不可饶恕。不好意思啊，波奇，是波尼啦，波尼。路飞和乔巴率先冲出地面，盛明十分绅士地扶起波尼。他突然想到在圣地遇见萨博的事，不过看着两眼放光、一心找吃的路飞，这件事也只能暂缓了。4个人终于进入弹舰岛城镇，迎面而来的是颠覆认知的梦幻光景。机械鲸群游弋天际，梦幻星轨穿梭其中，浓缩云层的气象舱体，堆砌欢乐的游戏大厅，电音张扬的歌舞殿堂，无数千奇百怪的建筑，无所不在的胖可字眼。当宇宙怪兽大战巨型机甲，科学之力碰撞思维边界，领先世界500年的未来之国，如同一幅光怪陆离的奇特绘卷，尽情挥洒那个男人肆意张狂的想象力。这是怎么做到的？我要骑龙！橡胶人伸长手臂扣住天气塔，一记火箭炮反身弹向巨龙。半空中的宇宙怪兽马上注意到了人影逼近，大口一张，直接把路飞咬住。哇，路飞被吃掉了！然而下一秒，路飞却直接穿透怪兽脑袋，继续往后方飞去。
重重撞在外围的高塔上，一闪双向奔赴，一起扑了个空。路飞摔在地上，摸着脑袋不明所以。刚刚应该是被吃掉了才对。波尼又有新的发现，快看，巨大的巴菲冰淇淋！只见远处硕大的盘子上盛满了水果蛋糕和果酱冰淇淋，肆意着诱人甜香。盛平还想提醒一下注意陷阱，干饭三人组已经一个飞扑冲到巴菲面前。我不客气啦！然而迎接他们的不是可口的冰淇淋，而是冷冰冰的铁板。三个人狼狈地磕在地上，回头一看，那诱人的巴菲依然原封不动。急红了眼的三人在盛平面前表演了一出诡异戏码。穿过来了，明明就在这里，却摸不到，这样反而更饿了。三个人拼尽全力，连捞带咬，就是碰不到眼前的巴菲，任何动作都会直接穿过，仿佛他只存在于另一个世界一样。路飞又气又饿，难道说我们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死了吗？我们不是幽灵，这个巴菲应该就是全息投影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。连续被耍2次，路飞血压爆表，差点冲出5档。那是什么东西？不可原谅！就是用光制造出来的立体影像。不过这是在绘本里的假想世界才会有的东西。原来这里存在的一切都是由影像构建的虚拟世界，所以才能被自由穿透。盛平忍不住感叹，那样的巨型机器人如果不是影像，根本不可能做得出来吧。乔巴发现了旁边另一台奇怪的设备，上面有许多饭菜的照片和按钮。不过现在波尼已经认定这座岛屿的东西全都是骗人的，这让盛平突然想起来，近海明明是极寒的海域，而岛上的温度却很不一样。话音未落，一个从未见过的巨型少女机器人迈着轻快的步伐来到他们面前。这里是南国，确实和东岛不一样，温度都是岛屿空调做出来的哦，通过土地热传递来控制全岛的温度。路飞看着眼前和凯多身形一样大的机器人，以为对方又是那个什么吸投影，二话不说直接一拳打了过去。但神奇的是，这次并没有打穿对方的身体，而是结结实实的锤出了铁皮的声响。无礼之徒！钢铁萝莉挥起一拳，就是正义制裁，重重轰在路飞脸上。橡胶人刚说完半句对不起，人已经飞出老远，直接砸在刚刚奇怪的机器上。路飞用脸按下按钮，机器成功启动，开始运转。只见窗口处不断有食材掉落，面包接住酱料，生菜补充营养，薯条香脆滑落，芝士搭配肉排，Vega Cola 填充完毕。转眼间，丰盛套餐已经出炉。波尼美滋滋地拿出这份料理，虽然不知道是谁做的，但他们可以触摸到是真的食物，太好吃了！只是试吃一口，三个人立刻被美味征服，马上开启疯狂点餐模式：牛排、蛋包饭、猪排饭、拉面、炸鸡、热狗、棉花糖、蛋糕。钢铁萝莉看着吃货们兴奋的样子，似乎也相当满意，开始解释这神奇的设备：你们喜欢就好。那个是无人烹饪机，在有限的食材范围内做出500种料理，而且1分钟内即可完成。还有剩余食材自动处理模式，更是最高杰作，只要有设计图就能做出来了。但是由于技术人员不足，所以无法量产。小萝莉不经意间谈到了痛处，自己的作品明明这么优秀，却处处受到限制。开什么玩笑！古怪脾气瞬间升温，钢铁萝莉突然飞上半空，将所有不甘全部发泄在宇宙怪兽上。岛屿空调也是如此，能控制岛上的温度，就代表能够感知岛内生物的生活。只要有足够的经费，连天气也能控制。世界需要这些技术，但是资金不够。那头本应该无法触碰的投影，竟然奇迹般被一拳打飞。路飞看得目瞪口呆，原来奥秘就在萝莉的手中。名为光压手套的装备，能够用来消除所谓的鉴赏物。小萝莉扭头和一名女孩激战，对方的投影立刻开始消散。用光压手套触碰到的人，瞬间就能将它识别成物体。那家伙不在了吗？在或者不在，由你们来决定。这种话对我来说，已经是旧时代的概念了。路飞和波尼只顾胡吃海喝，完全不懂这么超前的想法。盛平终于发问：所以说你到底是谁？我是只接受雇佣的天才科学家多特贝加庞克，追求极致文明的科学少女。萝莉外表下隐藏着火热的内心，模糊存在界限的超前理念。又一名贝加庞克闪亮登场，代号爆。撒谎，这家伙在说些什么？波尼立刻察觉到蹊跷，路飞和乔巴已经惊呆了。你就是贝加庞克？这名字我知道，科比以前说过。新世界某海域，又说政府军舰正在全速前进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怎么做才比较好？不，你听好了，卢奇，贝加庞克只有一个人，他太聪明了，又总是很忙，时间根本不够用。就像那句谚语说的，连猫的手都想借来用。所以那家伙想到了一个主意，把自己分成了6个不同的个体，分别做不同的研究，不就好了？也就是说，那6个人其实都是贝加庞克。卡库摊开手中的机密情报，从胖哥 Zero 1到 Zero 6，一分为6，分别代表着正、恶、想、知、暴、欲6种意志。难以置信，贝加庞克的技术已经到了何种程度？无论多荒诞的想法，只要到了那个男人手中，就无需质疑。所以，认为那种事不可能的我，反而比较奇怪吗？天才还真是有够麻烦的啊！世界顶级谍报机关天龙人最强之护盾 Cypher Pro IGS Zero
3大精锐杀手卡库、路奇、斯图西带着一架神秘炽天使，正准备执行新的清除计划。那外形如同前期乌海巴索罗米大雄的人间兵器，正默默等待着杀戮命令。重点是把这个臭小鬼送回弹尖岛，执行把所有贝加朋克都消灭的任务。研究所里都是贵重物品，还需要小心一点。要把那个世界第一有用的男人消灭掉吗？和前不久露露西亚那件事情有什么联系吗？深究到底可不行哟，特别是像你这种直觉敏锐的人。说的一点都没错，可别把我们卷入其中。陆奇，埋藏于自然的秘密，冷酷杀手开始行动。以上就是海贼王1062话的全部内容啦。下周不休刊，本话尾田终于揭开贝加朋克的神秘面纱，充满想象力的弹尖岛冒险，似曾相识又有海贼特色的分身设定，以及危险的陆奇卡库小队。各个篇章的角色们已经逐步登上舞台，围绕贝加朋克的技术奥秘，草帽团、海军、CP0 即将展开新的角逐。下一期我们来聊聊本话的伏笔与细节，敬请期待。